大家好，本期节目给大家看看纽约哈莱姆，也叫哈伦，哈伦区的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街。我想给大家看看，因为呢，上期节目我给大家看了法拉盛，有一些朋友啊说，你看你总是呢把纽约他们郊区的地方给大家看，现在给大家看的不是纽约郊区了啊，是纽约曼哈顿和哈莱姆区中间的一个地带，也就是比较繁华的地带。给大家看看这里的商业街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美国人的商业街啊，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华人，一般是本地的纽约人估计吧，或者是外来的移民，反正中国的移民比较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往这条商业街走。右边这里呢，我估计是叫什么？就是福利楼吧，就是比较中下层的人住的楼房，我估计相当于新加坡的祖屋，我们中国叫廉租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，前面大概是左边500米开始就是商业街的开始了。其实这也算，就前面人气更高。比如说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呢，就人气就特别高了。今天阳光不错，不冷不热，真的天气非常好。目前看来还是比较干净的，对吧？而且没有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所以还是让我有些那个意外。不过呢，我们就是真实呈现我所看到纽约的情况啊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纽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，按 GDP 来说，它的 GDP 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超过它的，它是最高的。左边这个摊，它一直在卖东西，好像是午夜了才收摊的。这个右边这个摊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还是戴着这个眼镜啊，这个智能眼镜是雷鸟的，雷鸟 V3 Slim。因为有不少朋友问我是哪副眼镜，我就告诉大家吧，不是做广告啊，是国产这个品牌。因为我原来戴过那个 Ray-Ban 那个也是智能眼镜，我不满意，因为那个只是最长可以拍60秒视频，而是只是拍竖的。而这个雷鸟呢，最长可以拍9分钟，然后它可以拍横的，也可以拍竖的画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多了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街区了，这里已经有另外一条地铁了，地铁 B 和 D 线。我往前走几步，然后再返回来。你看，这是纽约地铁入口，因为它的地铁比较老了嘛，100多年，所以它的那个入口非常的窄，而且是几乎跟地面是平的。我有的时候觉得，是不是下很大的雨的话，那雨水啊会飘进去啊，对吧？这是地铁站，左边这是地铁站它的那个电梯。我准备过十字路口了，给大家看看周围的建筑怎么样啊？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街，我再说一次，叫哈伦或者是哈莱姆区。因为我是走路，所以速度有点慢。有不少摆摊的人啊。这是 ACBD 线的地铁。然后呢，有卖什么小吃的，卖水果、蔬菜的，跟各个国家都差不多，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可以摆摊儿。前面呢，这个是什么卖吃的车吗？可能是吧。好，我已经转过头来往回走了，因为我还是想在主要商业街一直往前。这里有个地铁出入口，你看很多人从那个下面冒出来了，慢慢走出来。它真的几乎没有台阶的啊，所以下大雨的话，我觉得水会流进去。我记得看见那个纽约发大水的时候，那个水啊哗哗哗的往里面流，像瀑布一样。好，这是沿着这个主要商业街往前走，有一些闲杂人员坐在路边儿。这左边是什么东西啊？
好，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的这个站点，这个公共汽车站点还是不错的，至少有那个挡雨的地方。我发现商店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确实是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。这里，然后地上的垃圾我觉得也不多，挺干净的。对纽约来说，我觉得这里是挺干净的。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觉得也干净啊？好，从这里开始摆摊的人就多一些了。我记得前几年我来的时候，在这条街有不少人啊，卖那些仿货啊，比如说什么 Nike 啊、什么 LV 啊这种东西。但是这次来，他们消失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仿货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确实没有仿制的。你们看看，这什么包啊、T 恤啊，是不是没有所谓的国际品牌了呢？这个时间点是下午3点多到4点左右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阳光还是不错。然后又到了一个大的十字路口，也给大家看看纽约这种繁华的都市是怎么样的。这是涂鸦吗？我看的不太清楚，好像不是涂鸦。这个大妈在卖什么东西？有点像南美人。好，继续往前吧。又到了一个公交站点，这是一家黑人，估计。这右边的墙壁好脏啊，对吧？西方文化的都是喜欢那个涂鸦，英文词叫 graffiti， 德语词也一样。好，这个警察从我旁边超过我了。警察的身材不怎么样，我觉得可能平时没有什么锻炼的，只是个职业而已。全副武装啊，都憋着枪的，对吧？白天其实这里还好，我没感到什么危险，可能午夜就比较黑了啊，我就不太敢一个人在路上走了。你看这小伙的这个衫，靴还是衫，贴了那么多。左边这两个人，这个五短身材，好多可能是南美的，还是在这条商业街走啊走啊走。反而摆小摊的人不少，大一点的这种商场啊，连锁店好像不太多。这也有卖 T 恤的，我发现摆摊的一般是黑人的多，是不是？大家看看，接着看的话，其他摆摊的是不是一样？哎呦，左边这垃圾箱为什么是倒着的，倒在地上躺着的呢？在纽约的朋友们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？反正我觉得不太正常。不过按照他的看来啊，就整齐的倒在地上，应该是有意而为之的。这几个有直立的，前面那一排都是躺在地上的。我是说垃圾堆、垃圾箱啊。然后这又有摆摊的卖什么东西？你看是不是黑人的摊主，对吧？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，应该是绿灯。你看，我就直接过，否则我肯定会等，不会这样贸然
过红绿那个闯红灯的，不会贸然闯红灯的。左边的那栋楼好像是什么政府的大楼吧，规模挺大的，我没有拍出来，可能。这又有一个卖这个食品的摊点，应该是牙买加的一个后裔吧，因为它的旗帜就牙买加的，对吧？对面好像是一个什么大的政府的什么楼，我估计。等红绿灯，好，绿灯过。再往前走一段，这个地方围起来估计是个维修的地带，或者是建房子，看上去已经很久很久了，一直没有拆掉。纽约的巴士都比较长啊，可能是人多吧，它是有2节的。右边这大妈很魁梧啊，坐在那个地方。总体来说，纽约人的不是纽约，美国人的身材都有点走样，身材好的比较少。你看这地面是挺干净的，对吧？我走那么久，就看见这2个是华人或是那个亚洲人，其他的真的很少很少。这个区跟昨天那个法拉盛完全不一样。那边我去法拉盛的时候看，我觉得哈，目测90%都是华人或者亚洲人吧，东亚人。但是这里几乎见不到，反而这里呢，一个是黑人的比例比较高，另外一个是南美的那种拉丁裔的人，好像英文词叫 Hispanic， 对吧？那个词，他们的比例比较高。黑人、南美人、白人这3个人种，亚洲人真的很少。我来纽约，或者我这次来美国，我就是戴了那种帽子啊，不敢戴有汉字的那种帽子，因为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毕竟啊，在美国社会还是存在仇视亚裔的现象。我记得这个现象呢，是疫情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，好像之后就慢慢少一些了吧。但是还得要小心啊，出门在外。还是保命要紧啊！这一带就没有什么很多摊点了，还是再走一段吧，给大家看看。像世界最富裕的城市，这商业街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们觉得他们这摊点啊，还有这商店啊，这种建筑物啊，整体这城市街道的画面，你们有什么感觉呢？你们觉得是不是像世界最富裕的一个城市？它这景色是这样的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出乎你们的意料呢？还是早在预料之中？你看这地铁口，它的墙壁啊，非常的斑驳了啊！你看那东西啊，油漆什么都要快掉光了。这就是纽约地铁。有的人说纽约地铁已经很老了，所以会这样。我就想了，难道老了就不需要维护了吗？对吧？你看中国的故宫，还有中国很多的建筑都几百年了，它也没有那个崩溃啊，还好好的啊，对吧？还是看舍不舍得花钱来维护、护理它，不是有一个原因老就行了。我发现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这次来纽约拍的这些非常日常的纽约的画面，好像特别多的在怼我的人，认为呢我是故意拍纽约的阴暗面，或者是拍所谓的什么法拉盛是纽约的郊区了，所以我就说了嘛，像那个国内农贸市场，他们就感到
不可接受，说这是郊区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反正我发现有些人啊是说不得半点美国的不好，或者即使我就是实际拍出来没有任何的滤镜，他们也无法接受。啊，这里我想说一下啊，我认为啊，这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，就是美国这个公交车，或者说纽约的公交车，它有这个机制，这块板它是电动的，可以放下来，然后方便就是行动不便的人、坐轮椅的人上下车。我觉得这点不错。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我在德国也没有看见这样的设施，在中国我也没有看见。在其他国家我也没有看见，我只在纽约看见了啊。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学习人家的。好，继续往前吧。右边这个坐轮椅的人身材很胖，左边这个人也很胖。反正我来美国看到胖子很多。这里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摆摊的人。你看，这又是黑人哦，身材真的是太超了，超重了。这又是黑人摊主，你看，这个也是身材。哎呦，垃圾在地上。前面这个小哥，这黑人小哥，非常的优雅，慢悠悠的在漫步。哦，对，在美国有个新的词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叫城市探索者，然后台湾叫街友，我们大陆那边呢叫流浪汉，对吧？或者也叫无家可归者。然后有些是街边乞讨的人。这又有几个黑人在那里干嘛？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。这一辆是公交车吗？你看美国人很爱国的，到处都是美国国旗。你看公交车也是美国国旗，对吧？然后美国的地铁全部每个车厢都有美国的国旗、星条旗。真的，我发现美国这边特别爱国，到处都是美国国旗。这又有这种设备啊设施，就这块板儿电动的，可以方便轮椅的人上下车，这点真的不错，要给纽约点赞。好，放上去了。我也继续我的步行吧，叫 City Walk， 城市漫步，也叫街拍。这是纽约警车啊 ，NYPD， 纽约警车。好，现在我换了那个街道了，我走一条稍微偏僻一点的街道，不是商业街了啊，给大家也看看。大概离刚才这个商业街2个街区，它的街区很小的。这里是不是穆斯林啊？这女的。这有个小吃的摊点。为什么垃圾丢在这儿？旁边就有垃圾桶啊。这是单行道。从这里开始，我觉得它的那个建筑物还是非常漂亮的，也维护得很不错。很多美国的城市，像这种建筑非常的典型。中间这墨绿色的是不是那个美国邮政的邮箱？德国是黄色的，美国是墨绿色，估计是吧？好，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一段吧。
这是应该是明显是居民区了啊。然后我发现这里跟前面不太一样，垃圾比较多。你看这不知道什么人丢的，不穿的什么衣服裤子也丢在这，真的大煞风景啊，也没人来清理。总体来说，就是除了中国之外，我发现外国的城市都算比较脏，这还算好的，在纽约啊，不算特别特别脏。还有左边这种建筑物啊，也是非常有美国特色的。它呢有地下室，对吧？你看刚才那个人进去了，里面有人住的啊，还会往下，像这里左边这还会往下，地下室里面也有人住。你看右边它也是一样，对吧？那些房子它的建筑风格都一样的，台阶，比如说10个台阶往上是上面一层，然后下面也可以住人，可以住好几户，对吧？你看那里有窗式空调，就说明下面有人住，甚至呢有人住在还要下面，比如说这下面给大家看看，肯定也有人住的。这是不是叫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啊，朋友们？在那个盎萨体系国家人可能知道维多利亚风格，是不是这种风格就叫维多利亚？反正我见到这种房子在纽约特别特别多，比如说在那个布鲁克林那边也很多这样的房子，反而在布朗克斯比较少。往前再走一段吧，给大家看看这些比较安静的居民区了。这是可以往外租的这房子啊。这个人在做一些泥水工，我看了一下，他那个手艺可能不怎么样。当然我是外行啊，这也有人住，你看有空调，对吧？从这里开始啊，对不起，我发现我的眼镜是不是出了问题？因为它的防抖明显不行了，而且有一段连那个声音也没有录下来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这眼镜啊，它的那个软件可能还不是很成熟，有些 bugs。你看它的防抖明显根本不好，对吧？跟前面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对不起啊，让大家难受一下。大家注意这个女的，注意吐了一口痰在地上，随便吐痰啊。好，又遇到了，我给大家拍拍看，放下来，然后轮椅上车，再往前。这几个人在街上在说话。这右边估计是一个小型的超市。我现在相当于是往回走了，回到我住的那个附近。这也是商业街，然后这是逃生梯，给大家看看。我估计上面有要，比如说火灾什么逃生的时候，他可以从上面把那楼梯放下来，但是下面的人上不去。我估计它的机制是这样子。逃生梯其实虽然难看，我觉得它是挺好的，因为这人呐，在危难的时候可以救命嘛。这人为什么都坐在地上呢？真的搞不明白他们。哎呦，这个女的穿着那么花，前面围起来估计又是一个什么建筑工地，围起来也是好久好久。前方又是个十字路口了，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。左边那个地方我看了，有一辆公交车，有一路公交车到纽约叫拉瓜迪亚机场的，它是城市机场。这个人这平衡车，它的轮子挺大的，电动平衡车。纽约这里在家上网每个月$35起，
好像很便宜啊。按照美国人的收入，35美元，包月上网，我觉得便宜。这里就是前天我拍的，有个人在那个墙角撒尿的地方，今天稍微好一点了，干净一点点了吧。好，现在我走过来，然后前面大家看到，前面就是我附近这里的一个地铁站，它是地上的，很古老了。大家看，我拍摄就这个区域，是不是纽约非常繁华的区域？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，绝对不是郊区了啊。然后它这个地铁站用了好多的钢筋啊，这个铁啊，对吧？不知道有多少百吨钢材，不是时间那个钢材，而是那个建筑材料的钢材。你看，它整个高架桥都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就到这里了，给大家看纽约哈伦区或者哈莱姆区的商业街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